这段影片的拍摄者说，这是自己在 Subway 拍摄的。影片是存在 Snapchat 里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直到自己最近翻看相册的时候，才注意到里面的一个恐怖的地方。我刚开始以为这可能只是巧合或者是错觉什么的，但是很快发现这个眼睛是在动的。难道真的是有人藏在里面吗？为什么要藏在垃圾桶里呢？把你们的看法留在评论区里。这个叫做马里奥拉拉的人是来自于墨西哥。他在2020年的时候开了一家糖果店，专门卖这种叫做皮纳塔的人偶。这是一种墨西哥的传统的宗教仪式，人们会将糖果装进这种纸糊的皮纳塔里，然后蒙上眼睛，转身用棍子抽打这些玩偶。之所以要抽打他们是因为这些皮纳塔就是邪灵罪恶的象征。不过这种仪式早已变成了一种民俗文化，没有那么强的宗教意义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马里奥开的这家皮纳塔店从一开始就怪事不断。还记得1个月前我做过的这期节目吗？这个叫做埃尔雷吉奥的探险家，专门是来店里面过夜，结果就遇到了恐怖的事情。最近，马里奥拉拉又上传了几段诡异的影片，这是他在开直播的时候的画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他背后的这个娃娃不正常。原视频有1个多小时，网友截取了其中的一段。看出问题了吗？放大画面。这个娃娃好像在眨眼睛。而在1周前，店里面又发生了怪事，这一次比之前的都要严重。是什么将这个女店员拖走的？她的左腿似乎忽然被一股力量控制着往房间里面拖。马里奥的店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会是邪灵吗？还是仅仅只是一场营销骗局呢？留下你们的看法。这是一段最近在网上挺火的灵异影片。影片是来自于一个室内的监控。这个房间里面是有2个人正躺着睡觉，他们对于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似乎毫无准备。Ahí fue, mira. ¿Sí cómo se movía eso? Se cayó, levantó vuelo. Ajá. Y ahí él no se dio cuenta que se cayó un papelito. Es que mi amigo instaló cámaras en la casa por los ladrones y por toda la vaina, que no tiene nada que apuntan a la calle. Pero esa es la que está en la habitación. Ahí el man sale a lo que pasa ahí. ¿Sí, no? 有什么东西是忽然钻进了床底下？这个物体运动得非常的快，即使暂停下来，我还是看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levanta la vaina. Vamos, tú se imaginas al final está... Él cierra la puerta y se va a volver a acostar a dormir. Mamá dice que es porque yo me la paso jugando y que... 正当这个人躺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个诡异的地方？这像是一只手吗？紧接着，门缓慢地被什么东西打开了，当然也可能是风吹的。这个和片头的纸掉在地上可能都是同一个原因。接下去要发生的这一幕非常的恐怖。Y vea lo que me van a hacer a mí, como me jalan las patas. Yo ahí estaba durmiendo, ya era más tardecito todavía. Deje que vean el video y ahorita le digo algo. 这个人脚的运动完全不像是他自己动的，更像是被什么东西拖着。但是拖动他的会是什么呢？ En la casa del Carmen me asustaron más todavía, vea. ¿Sí vio? En el Carmen me asustaban peor. 他醒来后的第一反应肯定会认为是对面这个人干的。¿Y eso que haya qué es? Es una bola, yo no sé qué lanzaron. Ahí va la silla, va la silla. Es una bola, yo no sé qué lanzaron. Ahí va la silla, va la silla. 这两个人的反应都很真实，那到底是什么在捉弄他们呢？这个叫做 Ashley Ring 的妈妈说一家人都出门了，家里面只留下了几只猫。 但是监控的运动探测器却记录到了一段诡异的内容。Ashley 说门背后似乎是有东西在动，而猫猫一直死死地盯着这个东西。由于影片的拍摄时间是在晚上，画面昏暗并且模糊，门后的东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人探出头在向外张望。这是两只手趴在门框上，还有这是两只眼睛。从猫猫警觉的样子来看，有可能当晚真的是有人潜入了 Ashley 的房子。但是诡异的是，这个东西最后忽然上升，然后消失了。Ashley 说门背后是一个杂物间，没有窗户，里面也并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如果是有外人潜入的话，他又是怎样避开监控进入杂物间的呢？所以猫猫看到的究竟是人还是鬼呢？把你们的看法留在评论区里。有勇气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在开始最后一个视频之前，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这个外景记者正在报道一件刑事案件的现场。据说这段影片非常的诡异，
広島県北広島町の我流山の林道の入り口です。今日の捜索は午後5時で終了し、私の。不过我们还是要从这起诡异的案件本身来说起。案件发生在2009年的11月份，警方在广岛县北广岛町附近的卧龙山上发现了一具不完整的人体残骸。今日午前、平岡さんの頭部が発見された近くで見つかった人の胴体には着衣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胴体は腐敗していないものの損傷が激しく。在之后的1个月时间里，又陆续的找到了更多的人体组织。根据 DNA 的检测，死者为19岁的女大学生平冈。当时她是就读于岛根县立大学。2009年10月26日晚上的9点钟，她从打工的一家购物中心下班后失踪。最后的一次目击是有人看到她上了一辆白色的轿车，但是并不清楚这个轿车的具体信息。家属很快就报了警，警方在11月2日开始调查这起失踪案，直到11月6日，有人在卧龙山上发现了女学生的部分残骸。该案件也从失踪案变成了凶杀案，但是遗憾的是，警方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凶手。时间一晃7年过去了。到了2016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警方在翻看过往的一些性犯罪记录人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张 USB 存储卡，并且是恢复出了卡里面的信息。卡内恢复出来的信息让警方是目瞪口呆，57张凶案现场的照片，其中就有这个平冈遗体的照片。而这个记忆卡的主人叫做石野富荣，曾经有过多次侵犯女性的行为，并且还因此坐了几年的牢。那这个石野富荣人在哪儿呢？为什么当年是已经将他列为嫌疑人，却没有破案呢？原来这个人早在警方找到残骸后的第2天，就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他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受到撞击后燃烧，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车子已经是烧成了空壳，现场非常的惨烈。回到这段当年找到女孩残骸的新闻画面，视频的开头部分明显还录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话。広島県北広島町の我流山の林道の入り口です。今日の捜索は午後5時で終了し、私の後ろに張られていた規制線も現在は解かれています。広島県北広島后面的声音被这个记者掩盖了，听不清楚。人们纷纷猜测这个声音的来历。広島県北広島町の我流山の林道の入り口です。而该段影片最诡异的是，根据一位熟悉平冈的人说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像是他的声音。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说法往往都是有演绎或者夸张的成分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位记者当时其实就在案发现场的附近，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第2天，凶手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遭到了惩罚。所以这起车祸的发生仅仅只是偶然吗？如果你有任何的诡异恐怖的视频要和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发到下面这个邮箱，我会将它做成节目。注意，如果是引用他人的视频，记得标注并且附上原视频的链接。OK， 欢迎留言、点赞、加关注，我是乔伊，下一次见。